9300人同时挤爆新达城，换来的却是5小时的无意义罚站和一套彻底瘫痪的排队系统。大家好，在向来以效率著称的新加坡，这场市集混乱意外撕开了流量经济与城市承载力的裂痕。为何平时运作良好的系统，一到大型活动就频频失效？这究竟是技术漏洞，还是商业算计？今天我们用事实为您拆解这场乱象背后的真实动因。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事件始末。2026年6月6日那个周末，备受期待的 Mercury Festival 在新达城拉开帷幕。根据主办方宣发，今年活动规模扩大了1倍，引进大量热门餐饮和文创品牌。听起来是个不错的周末去处，对吧？但现实却截然不同。活动首日，现场人潮完全失控，新达城走廊被堵得水泄不通，空气流通极差。有不少推着婴儿车的家长被困在人群中，进退两难。面对公众的不满，主办方随后在 Telegram 官方频道发布道歉声明，并披露了一个夸张的数据：最高峰时期，排队系统里竟有9300人同时在线等待，预计等待时间飙到4至5小时。更严重的失误在于，线上排队系统暴露出机制漏洞。许多人发现，只要把带有2维码的排队截图转发给朋友，就能插队。这种缺乏动态防伪的系统，导致现场实体队伍和线上数字队伍彻底脱节。这场混乱不仅让参与者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也让新达城这个核心商业区的周末秩序大受影响。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为什么在高度数字化的新加坡，排队系统还会出现这种失效？这需要我们厘清一个技术与现实的错位。数字代码永远管不住实际场地的物理拥挤。目前常见的数字排队系统，首要任务是保护云端服务器不被瞬间涌入的流量冲垮。当你在手机上拿到排队号码时，系统只是在云端数据库给你分配了位置，它无法计算你站在新达城走廊里需要占据多少平方米的实际空间。这是本次事件中严重的误判。主办方看着后台攀升的注册人数，或许还在为活动的火爆感到高兴，却忽略了基本的物理常识。我们算一笔账，9300人，哪怕按每人占用 0.5 平方米的极限密度计算，也需要将近4650平方米的空地，相当于大半个足球场。而新达城的公共通道和中庭显然无法在不影响常规周末客流的情况下，凭空腾出大面积来容纳这些额外人群。当系统机械地发放几千个号码，却没有跟线下的实际核销速度及场馆内的安全容积率实时联动时，数字排队就变成了无法兑现的支票。许多主办方以为引进线上排队就能解决拥挤，但他们忘了，线上排队只是把站着等变成拿着手机等，最终大家还是要回到实际场地入场。如果入场速度1小时只有500人，你发出9000个号，剩下的8000多人必然会在场馆外严重滞留。此外，截图转发漏洞更是破坏了排队的公平。合格的系统应具备动态刷新机制，但在此案例中，静态截图被多次转发，导致现场工作人员无法分辨谁是真正排队的人。搞清了技术失效，我们再深挖一层。既然场地空间有限，主办方为何不在人数达到上限时，果断提前暂停发号呢？这就触及了市集活动背后的商业考量。在当前的社交媒体环境下，大型市集早就从单纯的商品交易场所演变成了制造话题的秀场。我们前面提到，这次主办方将活动规模扩大了1倍，规模翻倍意味着可以向摊主收取更多租金，而支撑这些高昂摊位费的筹码，就是社交平台上的曝光量和预期的超大客流。如果提前关闭排队通道，等于主动切断了话题热度，这直接违背了他们追求商业利益的初衷。因此，在利润驱使下，组织方往往会选择挑战场地承载力的极限。他们把漂亮的客流数据留给了招商计划书，却把现场拥挤的安全风险和巨大的时间成本转嫁给了普通消费者和公共资源。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需要反思一个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明知道现场已经挤爆了，却依然愿意为了一杯热门奶茶或一个文创盲盒付出5个小时的等待？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强烈的 FOMO 心理，也就是错失恐惧症。在高度互联的新加坡， Kisu 也就是怕输的文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被进一步放大了。当你的朋友圈、TikTok 和小红书都在被同一个活动刷屏时，去现场已经不再是为了消费某件具体的商品，而是为了获取一种社交认同。你用这5个小时的等待，向社交圈证明自己没有被潮流抛弃。这种怕输、怕错过的心理，恰恰被商业机构精准捕捉并放大。但仔细算算这笔账，消费者付出了周末宝贵的5个小时，换来的却往往是低于预期的服务体验、拥挤不堪的环境和昂贵的商品。当时间成本远远超过商品本身的实际价值，这种建立在群体焦虑之上的跟风消费，注定是脆弱且无法长久维持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泛滥又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什么隐患？跳出单一的商业事件来看， Mercury Festival 的混乱实际上给新加坡的城市管理敲响了警钟。大家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土地资源极其有限、人口密度极高的国家。我们的城市规划，无论是 MRT 地铁网络的动线设计，还是像新达城这样的大型综合体空间布局，其核心考量都是建立在高效流动的基础之上的。这些空间被设计出来，是为了让人群快速通过、高效运转，而不是为了让近万人长时间原地滞留。一旦某个商业节点因为突发的热门活动而出现大规模人群停滞，这种拥堵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迅速向周边的交通枢纽、走廊和公共空间溢出，甚至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回顾过去几年，类似的情况在新加坡其实屡见不鲜。从某些国际知名腕表品牌发售联名款引发的连夜排队乱象，到各种快闪店开业时堵塞商场通道的争议，这说明了一个现实问题：面对社交媒体时代瞬间爆发的聚集性人潮，我们现有的场地审批标准和应急预案已经显得有些滞后了。当一个商业活动可能通过网络传播，在几小时内吸引上万人聚集时，它就不再仅仅是主办方和商场内部的私事，而是直接变成了一个涉及公共安全、交通调度和城市运转的公共议题。如何在鼓励商业活力、支持社媒经济发展的同时，守住维护公共秩序和安全的底线，这是一个需要各方共同思考的难题。相关部门在审批此类大型市集时，是否应该引入更严格的人流压力测试？是否应该强制要求主办方设立基于实际场地容量的熔断机制？一旦现场人数达到警戒线，必须强制停止线上放号。这些都是我们在经历了这次乱象后，必须重新审视的管理盲区。回过头来看，新达城这场9300人的排队风波，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系统的偶然崩溃，它是商业利益过度榨取关注度、消费者 FOMO 心理作祟，以及城市空间管理滞后共同酿成的结果。对于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新加坡的人来说，效率和时间是最宝贵的资产。理性消费，拒绝盲从，才是对我们自己时间的最大尊重。如果你在新加坡也有过类似的糟糕排队经历，或者对这类市集活动有什么独到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观点。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为你提供了客观、有价值的视角，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会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下期热点观察再见。